美国向越南提供了大把资助，拉拢越南反中，越南会不会两不得罪，美国的糖衣不吃白不吃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贸易代表的办公室7月23号做了个宣布，说宣布解除对越南出口美国产品的关税限制。然后财政部呢，马上也发布个声明，说越南很好啊，不存在任何操纵汇率的现象。双方呢就彻底解除商品关税这个问题啊，达成一致意见。这就是给了越南2个大红包。给红包是为什么呢？要做铺垫，因为8月份美国总统哈里斯要访问越南了。哈里斯这一趟目的是要走一趟这个新加坡，走一趟越南，要加强这个双方的关系，并且扩大经济合作。另外，美国还说了，可能通过这次访问呢，对该地区要做出更多的疫苗供应承诺，来帮助这些国家对抗疫情。能看得出来啊，就是美国经过天津这轮较量之后，最近在中国周边各个国家东跑西颠，还是蛮忙的。目的呢，恐怕还是要通过一系列的外交努力，把中国跟东盟搞的这个南海行为准则架空，让南海周边国家呢认同美国介入南海事务，然后呢就可以从菲律宾呐、越南这些国家下手，重新针对中国形成一个大包围圈，甚至有可能考虑一下会不会让美军重返越南、重返菲律宾。另外呢，美国可能也还是希望在这些地方控制住疫情之后，扶植这里的工业制造业，抵消对中国制造的依赖。当然了，美国要和越南把关系搞热，越南肯定是愿意的。但是搞热了之后干什么？越南的想法跟美国是不是一致，能不能同步，就是另一个问题。越南发展经济必须加强跟西方国家的联系，这一点是他们的认识，其实也无可厚非，因为我们自己也在和西方国家加强经贸往来。另外呢，美国想把越南当成个新的生产基地，越南肯定也高兴，但是能不能成可就悬了。美国光是给了500万剂疫苗，那肯定没戏。要想让越南能够把生产搞起来的话，必须投资，要给技术，给市场。要知道，越南的工业基础甚至比印度还要差一些，所以美国的投入必须更多。越南呢，当然可以以此为理由要求美国提供这东西进行投资嘛，要美国充分满足一下这种建设要求。但是问题是，资金不说，资金有没有？美国现在很难办的，自己国内那1.2亿美元投资也是刚刚搞定，现在要投资越南的话，就算把钱给了，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建设呢？美国还能不能等？如果美国等不起，给不了，那就没法指望通过美国能给越南带来一个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繁荣。那么越南给美国的态度恐怕也就没法特别真诚吧。而且越南政府跟印度政府有一点是一样的，他们还真不是那么容易被带跑偏。如果越南跟美国发展经贸，没有别的，中国不会有很大意见。但是如果要求越南在政治军事领域跟美国走得太近，越南就必须考虑风险了。毕竟无论美国怎么支持越南，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啊，就是中越可是接壤的呀。任何一个跟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要投入美国的怀抱，跟中国搞战略对峙，那你要考虑一点，美国能不能帮这个国家对抗中国的陆军？这要是做不到的话，这种风险就根本不能承担。还有，越南共产党经过这一轮的换届选举，国内比较亲西方的势力没占上风，多少也是没看到了这次疫情面前西方道路走不通，所以意识形态上要跟美国进行接近的话，也不会很深。甚至包括新加坡在中美之间都已经坚决表示不会选边站，不会帮助美国围堵中国。那么美国在越南走这一趟，很有可能就满足不了美国的期望。所以这次美国给越南准备的糖衣炮弹，糖衣是送出去了，炮弹能不能打响，能不能打出去都是疑问。好，关于这次美国人的外交攻势对越南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